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哲。那这一次影片标题你们也看到了，就是我们要来开箱 CTL472。那这个 CTL472是我在淘宝上面淘的，我买的是豪华升级版啊，它送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。这个好像是保护套吧，然后还有送这个笔芯，好像是20支的笔芯的样子吧。那这样子含运下来大概是1700多块，印象中是1700多块。那刚加入的玩家想要买板子，大概就是会看到这3种型号，就是分别是CTL472跟4100跟490。不过490已经停产了，所以大部分的玩家应该都是会买到 Wacom 的4100跟 CTL472这两种型号。4100是 Wacom的 Intuos 系列，那 CTL472则是 Wacom 的 Bamboo 系列。两者在价钱上是有差的，就是像472的话，在淘宝上面淘大概怎么买，差不多都是在1000多块那个区间啦。不过4100的话，我记得我前阵子有去查过，它4100的价钱就跟我这一张板子，这一张480，我这个是 Wacom Intuos CTL480的价钱一样啊，我记得是2400还2600，那反正就是价格都是会落在2000多块。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板子不用买到这么贵，所以就可能会想要开始考虑这个 CTL472，因为它比较便宜嘛，而且赠品也送的也算蛮多的啦。那这边可能就有人想说472真的有比较好吗？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拍这支影片，就是要来开箱实测CTL472到底值不值得要有考虑买板子的玩家入手这张板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开吧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主体啦，本次的主角 CTL472。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哈，它正面是黑色的，然后上面有。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到有点点，现在好像新版的新一点的型号的 Wacom 的绘图板都会有上面有像这样子的点点，那这个点点就是感应范围啦，就是在这个最左上跟最右下的这个点点，这中间这一块区域全部都是他们的绘图的有效感应区域。那背部则是鲜明的红色，我觉得472的红色好像比当时的470啊471背面是荧光黄吗？荧光黄的颜色还要好看啊！我个人觉得红色这样子是比较好看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拿我这张 CTL480来跟这个472来做一个大小比对哈，可以看到我把这两张板子叠在一起，472的大小就是等于我480的这个板子的感应范围完美吻合，等于是说472就是没有我480上面这一块黑色的这一块部分没有，它的大小叠上去对齐，刚好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就可以得知说472是比480这张板子还要再小的。那如果你是有考虑到桌面的空间有限的话，那其实472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这样看下来，472真的很小一张。这边要再跟472再跟480做一个比对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从侧面来看，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明显清楚哦。其实这样看的话，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弧度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弧度的，然后它后面是慢慢增高。那472这边就没有，472它就是直接就是这个高度，它没有说有一面是刚开始像480这样子，这边是比较低的，比较低一点的。手腕的部分如果有靠着的习惯的话，那要注意一下，这可能会影响到手感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买了480，然后又有一张472板子的部分，我们就先放到一旁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哈。那这边是这个连接线它这边还有这个才是它本身Wacom里面附的3根笔芯跟那个拔笔芯的工具。这边是它的连接线。那我来看一下它连接线有多长好了。哇，这个我这样看下来是觉得这个线真的没有说到很长哦。这个线可能就是我的手伸直，然后再多一点距离。所以如果USB 线的长度，那个各位可能还要入手前还要再稍微量过一下。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因为我自己桌上还有在买那个 USB 的扩充器，好，所以这个不是什么问题。好，那这边是线的部分，跟它附的这个3根笔芯跟
拔笔芯的用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产品保修卡，对，它这个是只能在中国地区修的，那台湾的话应该就掰啦。最后这边这个是我们的笔，这个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472的笔，长度还蛮短的，我拿我的 CTL480的笔来跟它做个比对哦，可以看到长度是差不多啦，不过有稍微矮那个我的480的笔一点点，有矮一点点，不过不多，这真的一点点。粗度的话，它好像在更小只，就是整体握上来它更小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板子 CTL472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都开完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实测。它跟我的480贴过 Foxbox 贴我的480，这个感觉会有什么差别？那我接下来会来实测给大家看看。我先说说它笔握起来手感好，它笔握起来的手感真的很小。那如果是喜欢笔粗一点的，就是这样握起来感觉要粗一点的人，那你可能要多花一点心思了，可能要卷多一点东西在笔杆上，这样它才会握起来够厚，不然它这样子其实是真的很小一支。那再来讲讲它板子一开始这样滑起来的部分好了，我觉得它一开始滑起来就不免俗的会有一种很重的磨砂感，会觉得说在磨砂那种感觉。不过它不会是那种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种磨砂感，反而是会让你觉得说，这感觉滑起来还不赖，还不错。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个手感的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啊，磨砂感刚开始都会出现，但是久了之后呢，就会变光滑、变平滑，然后笔芯的部分也会因为磨久了，如果你是贴板啊，那磨久的话也会有零零角角的情况出现。那个时候。整个滑起来的手感可能不一样，就是会变得更光滑，这样子磨砂感就会消失。到时候给我一点时间，到时候我把它磨到光滑一点的时候，如果有兴趣后来滑起来手感发展如何的朋友们，可以在我直播的时候来我的Twitch直接问我说现在滑起来手感如何？因为要把它滑到变光滑要时间，大概给我半个月到1个月吧。我有点忘记从磨砂感到变光滑大概要多久了，不过我先抓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。那如果有想要知道后续一些感言的一些心得的朋友们，也欢迎到我的Twitch上面，在我直播的时候问说，现在的手感是怎么样啊？因为现在我才用 CTL472刚玩完一张图而已，可能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还没去注意到，还没去抓到的。那这张板子我很推荐，就是作为一个板子入门玩家来买，因为它空间小，然后我觉得笔跟板子表面的这个部分手感滑起来我都觉得还不赖。如果你是一个客家人，你有想要省钱，你可能是学生啊，没什么太多的钱去买，那你可以认真的考虑 CTL472，因为这个 CTL472它的价钱比起什么490啊、4100啊，那其他另外2张 Intos 系列的板子，它真的是便宜了不少，很适合学生来买，因为学生的可能经济的因素可能会有对于2000多块的 Intos 系列的4100跟490可能会买不下手。那如果你是学生，你没办法在淘宝上面掏东西，可能就是没有信用卡还是怎样的，没有关系，这边跟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代购。这个代购是一个我常常在看我直播的一个观众，他有在私底下做的代购，那他手续费压得非常的，那这边
跟大家推荐一下 FB 搜寻按压代购，回复速度非常的快哦，也可以说是看了来者的影片，可以问问看会不会有一些更特别的优惠。这一部 CTL4系列的开箱影片就开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如果有兴趣后续手感发展的朋友们，那欢迎直播的时候来我的Twitch频道问，那我会再跟你们讲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说真的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从中国订这种东西来是不太好啊，会不会摸一摸我就有 coronavirus 啦？